今天皇馬的比賽雖然是絕殺贏下來了，但是在絕殺之前有一個剪刀腳犯規，裁判和 VR 都沒有吹，因為剪刀腳犯規霍利拿到球權，皇馬才打進的絕殺。但是從皇馬球迷的角度，在之前有一個點球沒吹，可老 K 仔細看來，但是居萊爾在禁區內倒地那一下點球，如果當時是被碰了之後立馬倒，可能會有。可是居萊爾那一下就跟開了延遲一樣，繼續控球，然後再倒下，這跳水的姿勢怎麼也不可能給點球。比賽中在1-1的時候，西甲的轉播出了問題，字幕上竟然顯示要補時50分鐘，哇！但好在最關鍵的時候，補時第4分鐘，巴爾韋德的一腳絕殺射門折射入網。所以西甲因為裁判的爭議，各個隊你說你有理，我說我有理，各種爭議，各種吵鬧。今天的比賽開始第12分鐘，皇馬利用右邊的一次角球配合，居萊爾助攻，楚阿梅尼破門。但是比賽第25分鐘，塞爾塔的斯韋德貝里從左路突入禁區後助攻，博爾哈搶點扳平比分。一直到補時第94分鐘，才有小隊長巴爾韋德的遠射折射入網，2-1拿下3分。而今天皇馬左後衛門迪，右後衛阿諾德，門迪的防守是真厲害，回追補位和另外一邊的阿諾德真不是一個量級的。最後補時那個球，呂迪格站在後面都不行了，硬是门迪給硬生生把球給追回来，確實厲害。不受傷的門迪在皇馬的邊後衛還真是實力第一的角色。那麼取勝之後，在多打一輪的情況下，皇馬落後巴薩只有1分。而今天的比賽仍然是打滿全場的後腰楚阿梅尼完成了4次射門，搶斷3次，攔截4次，以上均為全場最多，拿到了當場最佳球員。最近的楚阿梅尼狀態極好，今天首發出戰，在比賽第11分鐘就破門，也斬獲了個人本賽季西甲首球。而給他送出助攻的居萊爾，在本賽季各項賽事已經送出15次助攻，所有的5大聯賽球員中就僅次於拜仁的奧里塞。所以每次貝林厄姆不在場上的時候，居萊爾的狀態就最好。可貝林厄姆一旦回歸，居萊爾好像立馬就不知道怎麼踢球了。那麼朋友們，這2天關於中東的戰事，大家都憂心忡忡。在這種情況下，把腦子摘出來，咱們看看足球，放鬆放鬆心情，也希望能夠感染到您。好，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也歡迎您訂閱。而最近的比賽，主教練阿韋羅亞重用18歲的中場小將迪亞哥·皮塔奇，小伙子踢球態度很不錯，護球能力挺好，有靈氣，有態度。今天爭頂次數3次，長傳6次，均為全場最高。但畢竟是小將，太不成熟，爭頂是有3次，卻只有0次成功；地面爭搶10次，也只有2次成功，被過了4次，丟失球權倒有11次。但是皮塔基在場上無球跑位是真好，其他的皇馬球員總是有原地看球的感覺，所以起碼年輕人是比較積極的，有態度。但因為前一段對陣本菲卡的比賽，阿韋羅亞選擇派上了2隊小將帕拉西奧斯和皮塔奇，所以這惹怒了隊內的替補球員布拉辛迪亞斯。本周迪亞斯和阿韋羅亞進行了一次面对面溝通，想要了解為何自己本賽季出場時間會如此之少。在本輪西甲之前，他本賽季只有4次首發，累計出場時間加起來只有650分鐘。但在和主教練溝通以後，今天的比賽布拉辛迪亞斯首發出戰了77分鐘。今天打出4-4-2的陣型，布拉辛迪亞斯和維尼修斯是雙箭頭，但他今天首發打了77分鐘，仍然有拿球就丟的感觉，根本突破不了人。停球不怎麼會停，前插不怎麼會插，2過1也不怎麼會打，所以希望下窗布拉辛迪亞斯還是賣掉吧。球員可能是個好球員，只是皇馬真的不適合你。而維尼修斯呢，狀態也很差，完全游離於全隊之外。一拿球，對方總有2-3個隊員來看着自己。他今天有5次嘗試過人，3次成功，但在比賽中本來想雜耍的玩一個彩虹過人，動作沒做出來，球直接出界，稍微有點丟人。而皇馬的右後衛阿諾德卻是在防線上的防守作用幾乎為零，雖然是長傳專家，但是攻強守弱。對方球員一個停球，晃得阿諾德差點飛出底線，然後對面的球員從容傳中，制造了進球。阿諾德的傳球雖然準，但是在防守方面真是舉世聞名的眼神防守。但他今天數據上仍然拿到了關鍵傳球3次，全場最高。最近這一段時間，有西班牙媒體的惡意報道，試圖給阿諾德制造麻煩。有西班牙媒體聲稱，門將庫爾圖瓦對阿諾德的表現非常不滿意，並且向俱樂部高層解釋自己為什麼不想阿諾德繼續為皇馬效力。而另一篇報道說，皇馬正計劃簽下一名球員作為阿諾德的替代者。現在看來，有些西班牙媒體似乎對阿諾德的耐心已經快要耗盡。
這一篇新的負面報道說，門將庫爾圖瓦覺得阿諾德的防守表現是皇馬一個嚴重的缺陷，指出他在場上減分多於加分，而且當阿諾德在場上的時候，就像只有10名球員一樣。但必須強調的是，這是一份無法得到更可靠消息來源證實的報道，簡單說更有可能是謠傳。但至少最近的幾場比賽，不管是打奧薩蘇納還是本菲卡還是今天的赫塔菲，確實阿諾德沒有跟住人，導致對面起腳傳中或者射門。阿諾德有非常好的腳法，球商也比較高，但是沒有過硬的防守能力，所以也許部分的西班牙媒體也是为了卡瓦哈尔打主力在造勢。好在今天小队長巴尔韦德狀態在線，不僅給阿諾德擦屁股，而且最後的關鍵時刻補時就要結束了，他在弧頂位置的一腳勁射，一腳爆抽，皮球折射入網，這得多大的力气才能抽出來這種折射？本賽季至今，巴爾韦德已經參與了17個進球，是他皇馬生涯單賽季並列第2多，僅次於22到23賽季的19球，而賽季並未結束，很有可能打破自己的紀錄。想起22到23賽季的巴爾韋德當時的遠射是真牛逼。那麼最近有傳出來說曼聯呀準備向皇馬求購巴爾韋德，而皇馬方面如果是收到接近 1.3 億歐元的報價，可能會接受這筆交易。這是西班牙的體育畫報傳出來的，但老 K 不怎麼相信，只是覺得皇馬簽巴爾韋德是為了取代當年的卡塞米羅，現在又傳出曼聯想簽他，也是為了取代卡塞米羅。想起剛剛到皇馬還非常稚嫩的巴爾韋德踢首發那會兒，可以說是滿場跑，雖然實力不怎麼樣，但勤奮和耐力已經肉眼可見。真正的當打之年27歲，至少還能有5年的好時光，所以 1.3 億歐元怎麼都不可能賣。最近巴爾韋德的妻子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動態，宣布他們將迎來第3個孩子。照片上可以看到妻子的手上拿着一張 B 超照片，而此前在接受採訪時他就透露他們會迎來一個女兒。巴爾韋德和這名阿根廷的記者兼主持人米納博尼諾是在22年結婚，現在有2個兒子，分別是2020年出生的貝尼西奧和2023年出生的保蒂斯塔。現在因為阿諾德的復出，所以巴爾韋德也不用再頂到右後衛的位置上。上賽季在安切洛蒂手下，他的妻子曾經抱怨過皇馬老是讓巴爾韋德踢右後衛，現在可以安心了。另外今天的比賽，皇馬的首發球員全都是身穿特制球衣合影，這是為遭受重傷的隊友羅德里戈送上了支持。這一件特別的隊服在胸前寫着一句葡萄牙語，意思是加油羅德里戈。而最近西班牙0點電台採訪了醫學運動專家，專家給出了意見，即便羅德里戈在9到10個月後可以重返賽場，但他競技狀態僅能恢復到50%左右，真正理想的恢復周期至少需要12個月以上。那麼這樣看來，在今年夏天羅德里戈怎麼都不可能就賣掉。目前他的估值大概是6000萬歐元，但如果休戰超過12個月，身價必然將大幅縮水，而且與皇馬的合同在2027年夏天就將到期。過去在處理這種事情上，一般是俱樂部和球員再續約個2年。那麼未來1年內，羅德里戈會不會續約，看老 K 說的準不準。現在羅德里戈正在為手術做準備，但具體日期沒有確定，必須要等到膝蓋達到了手術條件才可以。現在第一階段至關重要，先要減輕炎症，減少關節積液，並盡可能改善活動能力。而由於他的傷勢太嚴重，所以過早倉促的手術會導致術後的恢復更差，這是要避免的。全球的球迷幾乎都在支持羅德里戈，希望他能盡早歸來。而想想幾個月前皇馬3個左邊鋒嫌多，這下好了，本賽季就只剩維尼修斯1個左邊鋒，姆巴佩的膝蓋也傷了。最近皇馬的替補門將盧寧吸引到了國際米蘭的興趣，因為他在皇馬出場時間非常有限，性價比又極為出眾，藍黑軍團希望能以合適的價格簽下盧寧。不過首先要明確皇馬的出售意願以及盧寧在皇馬的队內處境將如何發展。另外上一輪比賽因為皇馬球員吕迪格用膝蓋頂了對手，但 VR 裁判沒有及時介入，所以從下周起這名 VR 裁判將被停哨。可裁判雖然被停哨，吕迪格卻不會被追罰。也說個冷知識在英超吕迪格的最後1賽季是吃了9張牌，不過來了皇馬之後，最少的一個賽季只吃了1張牌。皇馬的貴族氣質讓呂迪格變成了一個愛文明、講禮貌的乖寶寶。好，關於今年夏天皇馬的中後衛人選更替方面，現在科納特又重新獲得了皇馬的興趣，成為皇馬引援首選目標，而他的合同將於今年夏天到期。現在球員已經做好了離開利物浦、離開英格蘭的準備。由於皇馬之前感興趣的格伊在冬窗加盟了曼城，而於帕梅卡諾已經和拜仁續約，
所以皇馬失去了這2個目標之後，兜兜轉轉還是瞄向了科納特。不過也有消息說是巴塞羅那加入了對科納特的爭奪，希望在今年夏天以自由轉會的形式簽下他。但其實老 K 覺得科納特的情況和呂迪格當年離開切爾西如出一轍，先是因為合同即將到期引發關注，起初呢也被認定不是皇馬引援的優先目標，但最終皇馬重新燃起對他的興趣，所以暗中背地裡還是和皇馬可能已經談妥了。都到了現在了，仍然拒絕和利物浦完成續約，那麼老 K 就認定皇馬會得到科納特。至於多特蒙德的施洛特貝克，他的合同要到明年才到期，如果今年夏天轉會，將產生4000萬歐元以上的費用。所以吸星大法，皇馬會不會在27年夏天再免費拿下多特蒙德的施洛特貝克？說實在的，真是有些過分。上賽季挖了利物浦的阿諾德，今年又挖利物浦的科納特，明年再來個施洛特貝克，這3個如果1分錢轉會費都不花，那這老佛爺的吸星大法呀，真是有些玩賴。好，今天提前進行了一輪德甲，拜仁慕尼黑在主場4-1拿下门兴格拉德巴赫。第32分鐘，格雷茨卡在中路一脚小挑傳，路易斯迪亚斯凌空抽射破門。而第45分鐘，迪亚斯在左路的橫傳，右邊的萊莫爾破門，2-0。下半場第57分鐘，雅克松在禁區內被後衛拉倒，紅點套餐，穆夏拉主罰點球破門，3-0。第79分鐘，雅克松在门前接到右路的傳中，推射空門得手，4-0。比賽直到第89分鐘，門興這邊才由穆赫亚的禁區內補射破門，扳成4-1。所以哈蘭德雖然沒上，但今天雅克松打出了加盟拜仁以來最佳的一場比賽。拜仁在德甲呀，真的是鹤立雞群，沒有哈里凱恩依然頂級的。這場比賽下來，雅克松也給夏天的潛在買家們留下了一個好的印象，也給拜仁球迷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這場大輪換比賽踢得很流暢，也沒有球員受傷，還有新的小將登場，像17歲的前鋒卡多佐、19歲的中場戴博爾都獲得了替補出場時間。卡多佐才17歲，但已經隨一隊訓練了很久，積累了自信。本場比賽能夠獲得機會，也迎來了他一線隊的首秀。本賽季拜仁在德甲使用了7名 U20 球員，這也創造了他們隊史單賽季在這項數據上的記錄。值得一提的是，卡多佐的父親道格拉斯·卡多佐曾經在2010年夏天效力於泰國超級联賽球隊武里南联队。2歲的小卡多佐就隨着父親搬去了泰國。由於父親在泰國聯賽長期效力，並且在退役以後也在泰國繼續自己的教練生涯，所以小卡多佐曾經在多支泰國青訓學院效力。他和他的姐姐都能說流利的泰語，但他的父親出生於巴西，是巴西人。所以2年前，小卡多佐曾經說過，泰國隊和巴西队我都想代表，但是入選巴西队可能很難，但我非常想為泰國隊效力，可是因為沒有泰國國籍，我無法上場。我希望能獲得泰國國籍，從而代表泰國隊出戰。小卡多佐曾經參加過泰國 U10 國家隊的集訓，但後來不得不終止，因為被告知如果沒有泰國身份證，就無法繼續參加。值得指出的是，泰國國籍法很嚴格，嚴格的遵循血統主義，而且對入國籍的限制極為嚴格。儘管小卡多佐在泰國長大，但他父親的身份是巴西和葡萄牙的國籍的外援，而且小卡多佐也並非出生在泰國本土，所以按照泰國法律，小卡多佐無法申領泰國的身份證，這也導致他現階段不具備代表泰國隊出戰的資格。那麼目前泰國足球沒有聽說要走規劃路線，所以未來中國隊、台灣隊、香港隊的潛在對手泰國就少了這麼一個有力強援。好，今天比賽勝利以後，本賽季的拜仁還創了個紀錄，他們在德甲最後15分鐘已經攻入27個球，這超過了71到72賽季創下的隊史紀錄。而今天的比賽開始前，拜仁的安聯球場南看台出現了多條大型橫幅，表達了對德國警方執法方式的不滿。這是由於在之前的德國國家德比對多特蒙德的焦點戰之前，拜仁球迷和當時的球場安保人員發生了一些肢體衝突。警方隨後說，有部分拜仁的球迷試圖強行突破入場安檢，但拜仁球迷組織隨後發表聲明，強烈否認相關指控，並稱現場出現了執勤警察對拜仁球迷實施嚴重暴力行為的情況。而對此，多特蒙德的警方也在周一發布了一份官方声明，對球迷組織的說法進行了回應和反駁。所以今天橫幅上的標語就有為我們的權利團結起來，讓看台重獲自由，反對任意執法，反對壓制。那麼這件事兩方面都有原因，一個是西方的警察確實經常執法過於暴力，
另外，拜仁球迷自己從來也就不安分，而今天老門將諾伊爾剛剛復出首發出戰，但只打了上半場就被留在更衣室，由乌爾比西替換。不過第一時間傳來的消息是，諾伊爾的情況應該不太嚴重，說是小腿感到有些不舒服，所以還得再看看。那麼這樣看來，老將諾伊爾呀，確實身體狀況不理想，真有可能在本賽季結束就退役。這主要還是22年12月，諾伊爾在滑雪旅行當中在斜坡上發生事故，脛骨和腓骨的開放性骨折，那一次重傷對他的職業生涯影響很大。當時現場大出血，也是拜仁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職業球員的傷病，直升機是緊急送醫，當天手術，康復了10個月才復出。另外2013年 F1 的車王邁克爾·舒馬赫，他在法國阿爾卑斯山滑雪，也是頭部撞擊了岩石，重度的顱腦損傷，昏迷多年。不過現在最新消息，他已經脫離了長期臥床的狀態，可以坐輪椅，在家人和醫護協助下，能夠在瑞士的日內瓦湖別墅、西班牙的馬略卡島莊園內活動，也有了部分的認知能力，可以部分理解周圍的環境，認出一些熟人，但還是無法完全清醒，無法說話，無法獨立行走。車王舒馬赫仍然是24小時專業團隊在護理，狀態穩定，但也很脆弱，仍需持續治療。過去的13年，舒馬赫也從未公開露面，家人嚴格保密。據說對舒馬赫的治療也是用到了像肝細胞等等最高精尖的醫療技術，有15位頂尖專家組成的醫療團隊專門參與此事。好，今天還進行了法甲聯賽，但大巴黎在主場竟然1比3輸給了摩納哥。上半場第27分鐘，巴黎隊的後衛在禁區內解圍失敗，摩納哥的阿克利烏什在禁區內迎球抽射近角破門。第54分鐘，替補上場的格洛溫接到了右路傳中，推射再度建功，摩納哥2比0領先。隨後巴黎隊阿什拉夫送出助攻，巴爾克拉低射破门，曾經扳回一球。但僅仅2分鐘後，又是巴黎队的球員在後場失誤，球權被摩納哥拿到，巴洛贡外圍的兜射破门。今天的比賽，大巴黎的控球率達到了 72%， 可是後腰位置由於若昂内維斯和法比安鲁伊斯的受傷，大巴黎在這個位置呀被對方打反擊，一打一個準。最後摩納哥僅僅 28% 的控球率，竟然拿到了11次射門，而且6次射正還多於巴黎隊的5次射正。好在最近他們聯賽的競爭對手朗斯隊也掉了鏈子，所以現在多賽一輪的大巴黎仍然領先4分。不過本賽季的巴黎隊呀，在法甲從來沒有完成過逆轉，5場比分落後的比賽加起來只拿到1分，可見本賽季大巴黎想要拿歐冠那就難上加難了。主教練恩里克自己也說，球員現在表現得很不穩定，現在我們不處在進入歐冠的最佳狀態。而今天的輸球是大巴黎近10個賽季第3次在法甲呀前25輪至少輸了4場，此前2次他們均未奪冠。而本賽季摩納哥已經和巴黎隊打了4次，全部是先進球，最後2勝1平1負，成績占優。摩納哥贏下關鍵戰之後，現在距離第4名的歐冠區只差3分。而摩納哥隊內曾經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博格巴，加盟至今僅僅出場了30分鐘。世界杯是不用想了，而且他很可能在今年夏天再次離開摩納哥，儘管他的合同到2027年才會到期。他現在是長期有傷，也進不了大名单。而另一位前巴塞羅那球员法蒂今天替補也沒有得到上場機會。好，今天英國這邊，利物浦客場在足總杯1/8決賽3比1戰勝狼隊晉級，羅伯遜和瓊斯雙雙一傳一射，而薩拉赫也有進球。今天由於是足總杯，小將恩古莫哈終於獲得了69分鐘的首發時間，在场上肉眼可見的天賦怪，腳下頻率極快，雖然年輕有點粘球，但的確是單兵爆破的一把好手。恩古莫哈的盤帶就值得多給些機會，希望下賽季能夠把加克波死死地摁在替補席上，假以時日他還真有可能踢得出來。好，現在美國不僅和以色列正在跟伊朗開戰，而且今天作為美職聯的冠軍，馬斯切拉諾執教的邁阿密國際包括梅西到了白宮，受到了美國總統川普的接見。在白宮東廳舉行的儀式上，川普和梅西握手時說，你幹得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榮幸，我可以說出之前沒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統有機会說的話。歡迎來到白宮，梅西。川普還說，我的兒子巴倫曾經問我，爸爸，你知道今天誰會来嗎？我說不知道，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說是梅西，我的兒子是你的忠實粉絲，梅西。當然他同時也是 C 羅的粉絲，哈哈 ，C 羅也很棒。這番話引得球員們哄堂大笑。川普還專門問梅西和貝利誰更厲害，
這又引得大家大笑。川普還詢問了德保羅的來歷，並且和德保羅握手的時候調侃：“你們隊內難道沒有醜的球員嗎？”好，今天歐足聯官方對皇馬處以了處罰，因為皇馬的球迷涉及種族歧視，所以俱樂部被處以15000歐元罰款，並且在下一場歐足聯的主場賽事中必須關閉部分看台，但同時關閉看台的處罰將延期1年執行。哈哈，你看這種緩刑其實對皇馬沒什麼影響。最關鍵的歐冠淘汰賽，歐足聯也捨不得不賺錢。那麼今天關於 C 羅的消息，利雅得勝利的主帥熱蘇斯已經說呀，C 羅已經前往西班牙接受治療，因為他的傷情比預期更嚴重，必須和他在馬德里的私人理療師進行配合治療。我們當然也希望他能盡快歸隊。而據羅馬諾此前的報道， C 羅可能缺戰2到4周，很可能無法參加葡萄牙隊和墨西哥隊還有美國队的友誼賽。好的，朋友們，明天周六老 K 準備直播北京时間1點半馬德里競技和皇家社會的西班牙甲級聯賽。周日呢就看北京晚上凌晨4點45分 AC 米蘭和國際米蘭的米蘭德比。咱們的直播總能吸引到素質特別高的一些超級球迷，也歡迎您參與到時候的聊天，大家互相一起陪伴。好的，感謝您對節目的支持，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分享，也歡迎您訂閱，咱們明天再見。